大家好，我是大成。今天的新春特辑带大家认识一下韩国的9球天后小魔女金佳印。金佳印呢，在女子9球界一直素以打球男子化、穿衣 T 台化而著称咱们看金佳印的着装一直历来都是非常的性感。看一下这颗4号球可以接8号球下带。金佳印呢是1983年生人，然后呢大概在2000年左右然后到了台湾去练习9球。金佳印呢可以讲一口非常流利的中文。这个球需要出杆非常的直，白球有一点贴库。没问题。现在比分7-4，这是一场抢9的女子比赛。当时金佳印呢可以说是整个世界女子9球最先咱们说风格，然后发力这些男子化的女子选手之一。我记得在10几年前当时咱们在广州跟他有过一次一面之缘也打过一局比赛。当时是在广州的台球世博会上面，金佳印作为嘉宾。然后当时我第一次在现场看到他打球，简直就给我一种很惊艳的感觉。女子选手能够有这种发力当时在世界的女子选手里面也是非常的罕见。然后当时他邀请台下的选手咱们当时是在广州参加一个广州的洛城的一个世界公开赛。当时他也不知道咱们是选手，咱们当时叫什么扮猪吃老虎。他当时对台下的观众说，谁上来跟他打一局比赛，赢了之后呢可以得到一个拥抱。当时咱们上台跟他打了一场比赛，大家想知道结果怎么样，咱们能不能得到金佳印的一个拥抱，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然后咱们继续说到，当时金佳印呢是2000年左右到了台湾。咱们都知道在90年代之前，整个亚洲的9球水平一直是菲律宾一枝独秀。然后到了90年代之后呢，台湾的一大批的9球选手成长起来之后特别是以赵丰邦，然后还有杨清顺后面吴家庆等等这一大帮优秀球员成长起来之后呢，现在目前可以说台湾的9球水平应该是目前整个亚洲最高的。当时金佳印为了学球呢，就是到了台湾，每天就跟台湾的这些顶尖的男子职业选手一起练球，所以说导致金佳印的球技突飞猛进。咱们看到裁判刚才拿下去式的这个是摆球指，这个摆球指我个人认为简直是女子选手还好对于男子选手来说，这个是职业比赛里面简直是一个灾难。因为这个摆球指出现了以后呢，改变了整个9球这个运动的冲球的方式。刚才咱们看到金佳印的这个冲球因为这个摆球指只要它在固定的那个点位上面一定是有一个铁球，就是固定的有一个球一定会进。这个对男子的9球比赛，我个人认为简直是一个灾难。咱们哪天再单独做一期视频来说说这个摆球指的事儿。好，现在看看金佳印的这一颗吊球非常漂亮。
现在呢，整个女子九球界啊，是咱们中国国家队几乎包揽了几乎所有重大比赛的冠军。因为这个女子九球这一块本来就适合咱们亚洲人的一个运动，再加上吴佳庆现在入了中国国籍以后啊，吴佳庆之前是中华台北的护照啊，不说国籍，然后加入了中国国家队以后呢，加入中国籍以后呢，对整个中国的九球女子九球，特别是女子九球这一块提高真的是非常大。现在看一下潘晓婷的这一杆解球，漏了。这种球在九球桌上面就是放了大枪死。现在女子九球，排名前3的啊，基本上全是咱们中国国家队的选手，像付小芳、刘莎莎、韩宇，这一众优秀的女子选手成长起来之后，现在整个女子九球界基本上是咱们中国人的天下了。两边都可以打，在九球桌上，打反脚还要更容易一些，因为打反脚的话会有滑垒。漂亮。咱们说，在台球落袋项目里面，斯诺克、九球，还有美式黑八，包括中式黑八，除了斯诺克以外呢，难度最高的就是九球了。可能大家会认为九球，为什么会比中式黑八会简单会难？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认为九球的袋口比较大，比较容易进球，但是其实因为规则不一样啊，因为九球是要求的是每一颗单颗球的校位，而中式黑八呢是一个面上的校位啊，这个是2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但是九球对于女子选手来说，特别是女孩子啊，特别适合啊，对发力的要求不高，球桌又小啊，比较容易上手。所以说，咱们建议女孩子啊，如果说玩球的话呢，从九球或者黑八来上手啊，比较容易，提高的也比较快。好，咱们在说话间，现在金佳印现在已经快拿下这一局了。我们看一下，应该问题不大了。好的，漂亮啊！这个在九球桌上，这个其实咱们说九球桌上要的就是这种7、8分值的位置啊。这种半贴库的球在斯诺克上是非常难的，但是在九球桌上却是就是最容易打的球。在九球桌上怕的就是直球，一定要把白球的活动空间的距离留出来。咱们看到金佳印的出杆也是非常的舒展。还记得咱们刚才说过吗？在广州啊，跟大家打过一场比赛，当时我就觉得金佳印的那个发力啊，真的是的一个高度，漂亮，9比4战胜了潘晓婷。好，今天的韩国小魔女就给大家介绍在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关注打赏，带给大家更多精彩的台球视频。